那天在公寓的细节，我已经想好了。人是我不小心推下去的，你只不过在我的威逼利诱下配合处理了尸体。我是主犯，你是从犯，就算判刑，你也判不了几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在公寓的细节我已经写下来了，你看一下吧。记得要统一口径。你真的是要去自首啊？我决定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去？不会太久，等我处理完我跟小可的事情。你准备一下吧，我自首之前会提前通知你的。石头哥，黄半城已经不在了，我妈的这个事儿，还得请你想想办法呀。放心吧，黄老板对我不薄，这件事我一定会尽心的。不过，我要给你提个醒，如果你父亲一旦被认定成红桃六的话，那你母亲的事情将会更难处理一些。我明白了。这是搜查令，刚才你们管家已经看过了，你还要再看一遍吗？黄子乔先生，我们要对你和刘敏女士的卧室进行搜查。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搜查？查了你就知道了。你们要干什么？我们需要检查一下房间。有人字梯吗？有。但是你们到底要干什么？我去拿。有人在你们的房间里面安装了隐形摄像头。黄半城通过电脑终端偷窥你和你妻子的性生活。没事。这房子是谁替你们装修的？是黄半城。你知不知道你父亲黄半城有偷窥别人性生活的怪癖？不知道。你去看看黄半城的书房里有没有接收器。好。黄先生，这3个摄像头，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安装的？如果我要是知道的话，还用得着你们来拆吗？那刘女士知道吗？我怎么会知道？师傅，果然有接收器，不过不在房间里，而是在门口的花瓶。怪不得我们的人在检查案发现场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个。走吧，再去到他的书房再看看。师傅，接收器就是在这个花盆里发现的。我现在明白，垃圾桶里沾满精液的卫生纸是怎么回事了。黄半城在这里用电脑监控偷看黄子乔还有刘敏性生活的同时，自己也进行了自慰。太恶心了。刘敏女士，
黄半成平时有没有对你进行过什么暗示？我不想回答你的问题。刘警官，如果说黄半成偷窥他们私生活跟黄半成自杀的事情没有什么必然联系的话，我建议您就不要再追究了，因为这件事毕竟是人家的家事，而且还是家丑。你是黄半成的司机？是，我是。我记得你的声音以前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吧？以前我不怎么说话，刘警官，可能是记错了。你说的没错。也许这件事情看起来和黄半成自杀没什么关联，但你别忘了，我们现在有证据证明黄半成很可能就是连环杀人犯洪桃六。所以关于黄半成的一切，我们都必须搞清楚。是应该搞清楚。至于怎么查，那是你们警察的事情。不管怎么说，他们两个也都是受害者，尤其是刘敏女士，她现在的心灵也受到了很大的创伤。好吧，我还会再来的。我们走。真没想到，黄半成竟然能做出这种下流的事儿，哎，好恶心！你说刘敏知不知道黄半成对她有企图啊？我觉得应该有。他如果不喜欢刘敏，他不可能把自己像个宅男一样，关在房间里，一边偷看人家性生活，一边自慰。你说的没错，但是黄半成的确做了呀。难道他一直是碍于道德，就忍着，但是最终没忍住，所以才搞了一个摄像头来偷看？道德在黄半成这儿恐怕一文不值。他如果想得到刘敏，他怎么会同意她嫁给黄子乔？啊，还亲自为他们装修婚房。看来要回答这个问题啊，就得搞清楚刘敏和黄半成到底是什么关系。啊，也许黄半成的死不是咱们看到的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你抓紧时间去走访一下熟悉刘敏的人，了解了解刘敏的情况啊。嗯，明白。齐慧茹，你怎么在这儿？那你又怎么会在这儿？我刚好路过。你喜欢刘洪涛，是吗？没有。怎么可能？你不用否认。如果你的心里没有他的话，你也不会这么晚了还在他家楼下。我没有资格喜欢谁，也没有资格让谁喜欢我。也许你没有资格，但你心里却有这个渴望。你是一个有污点的人，但是刘洪涛不但没有反对刘小可跟你来往，他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帮助你，安慰你，开导你，所以你慢慢地对他产生了好感，是吗？刘洪涛是个好人，我很感激他。你不是感激他这么简单，其实你已经爱上了他，是吗？你觉得刘洪涛喜欢你吗？我不知道。在别人都唾弃你的时候，只有刘洪涛没有对你表示出冷淡。他不仅没有对你表示出冷淡，还出乎意外的处处在帮你。所以你认为他也喜欢你，是吗？我不知道。你当然不知道，因为你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至少对于一个警察来说，同情并帮助一个曾经有涉案经历，并且有生活污点的人，
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更何况是喜欢上这个女人。你有没有好好想过，为什么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你会觉得它有可能？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有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刘洪涛一直在利用你。你为什么会这么说？我不知道你跟刘洪涛现在在查的案子有什么牵连，但是你有没有好好想过，警方为什么一定要替你保密？警察每天都在办案，可是替涉案人保密的事情却不是天天发生。刘洪涛接触过无数的涉案人，但一次次原谅涉案人，一次次宽恕涉案人，一次次帮助涉案人，这种事情也不是天天发生吧？为什么唯独你就是个幸运儿？难道你真认为刘洪涛对你有好感？他作为一个警察，他能扛住纪律与舆论的压力去选择这么做吗？别傻了，警察不会，刘洪涛也不会。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想说的是，刘洪涛一直在利用你。他之所以没有把你屏蔽出他的生活之外，是为了更方便的监视你。他之所以接近你，是为了在你身上得到更多对破案有价值的信息，仅此而已。不会的，不会是这样。你不是一个不会思考的人。事实是什么样，你的心里其实是有答案的。你对我说这些，是因为你恨刘洪涛吗？对，我是恨他，但我不至于真的去为难一个办案的警察。我只是看不过他作为一个男人，却还要利用你。大家都是女人，我只是不希望你把情感寄托在一个无谓的幻想之上。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活下去？难道就在泥潭里越陷越深，永远都不出来吗？人活着应该实际一点。刘洪涛灌输给你的那些鸡汤，其实并没有什么营养，或者他给你灌输的那些根本就不是鸡汤，而是迷魂汤。也许现在的你，更应该选择适合的方式，去自己一个人面对残忍的世界。摄像头和接收器上都发现了黄曼成的指纹，可以肯定那些摄像头就是黄曼成装的。他唯一的机会就是在装修新房的时候装的，或者就是他偷偷进过黄子乔的房间。刘敏调查的怎么样了？刘敏情况是这样的，她本来是天成地产公司一名售楼小姐，2个月前在一次楼盘宣传活动中被黄子乔看上了。黄子乔主动追求，刘敏扛不过这个富二代，终于缴械投降了。黄子乔答应刘敏在山脚下给他找一处别墅，2个人好好过日子。可是呢，刘敏却不答应，她说必须要跟公公婆婆一起住，才答应嫁给黄子乔。有意思啊！一般的媳妇儿都是想着法子逃离公公婆婆，自己过小日子，而这个刘敏却反其道而行之，一定有原因。
她回答的原因是，她不想让人觉得她嫁给黄子乔是为了黄子乔的钱，她就想跟黄子乔好好过日子。她想让公公婆婆觉得她是个好媳妇儿，是个能跟黄子乔过一辈子的好女人。黄子乔一定感动得稀里哗啦的吧？那可不，他们几乎是闪电结的婚。哎，黄半成以前认不认识刘敏？我们也查了，目前没发现这方面情况。你知道吗？我研究了黄子乔和刘敏的性爱视频，我发现刘敏好像刻意在配合那个摄像头的拍摄角度，她应该是知道摄像头的存在，故意展示给摄像头看的。那我们直接去找刘敏，她能配合吗？我们还是先找黄子乔谈谈吧。走。我们知道你妻子刘敏现在情绪不太好，所以就先找你了解了解情况。你们问吧，我知道的一定会回答你们。你知不知道黄半成，你父亲除了地产生意，还有什么别的生意吗？我不知道，我对他的生意不感兴趣。那你对他包养情妇的事情怎么看？那是他的自由，他的事儿我不管。我发现好像你对黄半成从来不叫爸爸，你们父子关系很差吗？一般吧。我跟他是能不交流尽量不去交流。你之前听说过洪桃六这个人吗？没有，从来没有。你认为黄半成，你父亲，是畏罪自杀吗？不知道，我对他的生意不感兴趣，所以他做过什么样的事情我一点都不知道。既然你们认定他就是那个杀人犯洪桃六，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请求你们公正办案。如果他是，我坦然接受；但如果他不是，请还他一份清白。还有我妈，你们怀疑我母亲王海英涉嫌杀害张文，你们有确凿的证据吗？如果有，我也坦然接受；但是如果没有，我请你们还我母亲一份清白。会的，我们一定会的。我们呢，找你了解你父亲的情况，就是想知道你父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也许我们问的这些问题，就能帮助我们搞清楚你的父亲到底是不是洪桃六。搞清楚你父亲的事情，你母亲的事情就会真相大白。你们问吧。你父亲书房的那个加湿器是什么时候买的？那个是刘敏在网上买的，一共买了2个，一个放在我们的书房，还有一个拿给了黄半成，让他放在他的书房。我觉得房间里一点都不干，所以我就没用。但是黄半成的那个，他好像很喜欢，每天都开着。刘敏和你父母的关系怎么样？他很孝顺。黄半成和我母亲都很喜欢他，但是我没想到他能对他做这样的事儿。结婚之前，刘敏和你父亲认识吗？应该不认识。刘敏就是一个普通的售楼小姐。那结婚之后，你有没有发现刘敏和你父亲有什么不太对劲儿的地方？你们为什么总是问我刘敏的事儿？难道你们认为刘敏和黄半成的死有什么关系吗？我刚才说了，你父亲所有一切事情，我们都要搞清楚，要不然怎么还你父亲清白？怎么还你母亲清白？又做你的胡萝卜汁儿呢？对呀，你说这做女人容易吗？我那我疼你呀？讨厌，我是你儿媳妇儿。儿媳妇，儿媳妇也是媳妇儿的一种嘛。我警告你啊，别乱来啊！但是
但是什么？就是我就觉得，你到底觉得什么？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刘敏对这件事情没有厌恶感。你的意思是，刘敏不讨厌黄半成？对，是的。你事后问过他吗？没有。我不觉得是刘敏的错，要怪就怪那个黄半成。我太了解他了，我太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了。但是我没想到他会对自己的儿媳妇下手。事后你就没有想到要采取什么措施吗？有段时间我想搬出去住，但是刘敏不同意，我也就没再想过。他为什么不同意？他怕别人说他不孝顺。有人专门坑爹，有人专门坑儿啊。再坏的父亲也是父亲，这都是命。好了，我们现在能不能找你的妻子刘敏谈一谈？你们要知道的，我全部都告诉你们了。我就是不想你们去找刘敏。这件事情对她的伤害很大，对她的刺激很深。我不想让你们去找她。那我们走吧。我们走了。我突然觉得呀，这个黄半成深居简出，把自己关在一个狭小的书房里面，并不是为了躲避我们的调查，而是为了躲他们自己组织的人。你想想，如果孙曼丽的话是可信的，那么张文、孙曼丽、王海英都应该知道黄半成就是洪桃六，对吧？对。如果站在黄半成的立场上，他为什么只杀张文，而信任于孙曼丽和王海英呢？这两个女人也会出卖他的。还有，杀了张文，嫁祸给王海英，再牵扯出一个孙曼丽，这对于黄半成来说，就是把警方的注意力还有视线引到了自己的身上啊。如果黄半成真的是洪桃六，那他这就是惹火上身了。所以我觉得呀，洪桃六是另有其人。你还记得我们之前的分析吗？如果黄半成不是洪桃六，那他一定就是洪桃六的仇人。这个洪桃六啊，之所以联合孙曼丽，杀了张文，再嫁祸给王海英，目的就是要施压于黄半成。黄半成呢，他感觉到对方会对自己不利，所以才深居简出的，就连晚上睡觉都要躲在一个狭小的书房里面。师傅，那你的意思是谋杀？对，谋杀。如果是谋杀，有两个人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个是黄子乔，还有一个就是刘敏。黄子乔如果是因为一个女人杀了父亲，倒也有可能，但是你仔细想想，可能性也不大，因为父亲再坏，毕竟也是自己的父亲，所以我觉得刘敏的可能性更大。如果刘敏背着黄子乔和黄半成有勾搭，那么黄半成的死就不是畏罪自杀了，因为刘敏想伪造现场是很容易的。可是他怎么做到的呀？明明加湿器和乙醚瓶子上只有黄半成的指纹啊！而且黄半成发给黄乔的那条短信，又怎么解释呢？刘敏想要伪造现场是非常容易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再审一下孙曼丽了。孙女士，没有想到吧？我们这么快就又来审你了。哎呦，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还要审什么呢？真的都说了吗？你觉得还能有什么？认识这个女人吗？她不就是黄半成的儿媳妇吗？她只是黄半成的儿媳妇这么简单吗？
难道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吗？也许啊，你知道什么，只是不想说。那还是我来告诉你吧。我们在黄半成的电脑里面，发现了他偷拍他儿子黄子乔和他儿媳妇刘敏的性生活的视频，而且黄子乔也向我们证实了黄半成和刘敏之间的暧昧关系。所以，刘敏是可以接触到黄半成案发现场所有的物品的，因此呢，黄半成的死也就有了另外一个可能：谋杀。你们怀疑是刘敏杀死了黄半成？只不过我们现在缺乏有力的证据。但是你们没有证据，审我又有什么用呢？你不想让杀害黄半成的这个人接受法律的惩罚吗？但是黄半成被谋杀这件事情，只是你们的一种推测而已啊。是，目前只是我们的一个推测，但是这个推测需要你的印证。你告诉我黄半成就是洪桃六，其实我并不相信。在所有的疑点没有明朗之前，我宁可相信洪桃六是另有其人的。黄半成一定是被嫁祸的，而嫁祸他的这个人，才是真正的洪桃六。而你呢，还有刘敏，都只是洪桃六的一个棋子。刘警官，你说这些话有什么证据吗？证据就是你的口供啊！我相信这一切你一定心知肚明。哼，可是我也不能无中生有啊！我还是那句话，你们可以怀疑任何人，但是你们没有证据，审我也没有用。你可以不说，但是你要想好，你杀张文的事情证据确凿，可是我们现在目前没有刘敏杀害黄半成的证据，因此你注定要把牢底坐穿，一辈子和你包庇的那个人失之交臂。而刘敏呢，她注定要逍遥法外，她可以纵情的和她心爱的人过上幸福的日子，你不觉得可悲吗？我想你也没有想到，刘敏会是洪桃六的人。既然你不想说，也没关系，那就算了，把他带下去吧。走吧。好吧，我承认，洪桃六不是黄半成。那洪桃六是谁？我只能告诉你，不是黄半成。至于是谁，我死也不会告诉你的。刘敏是不是洪桃六的人，有一个办法可以印证。什么方法？用扑克牌。什么意思？洪桃六需要召唤一个人的时候，他会给这个人的手机发一张洪桃六的图片信息，顺便附上见面的时间和地点。你们可以试着给刘敏发一条信息，如果刘敏去赴约了，证明他就是洪桃六的人；如果他没有去，证明你们就猜错了。我一定会让他来陪你的。那就拜托了。走吧。师傅，你怎么知道孙万丽一定会帮咱们的忙？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洪桃六一定是个男人。一个女人宁肯把牢底坐穿了，也要替这个男人保守住秘密，那就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她爱这个男人。爱情是最有力量的。孙曼丽啊，她自己得不到的东西，一定不会拱手让给另外一个女人。跟我一样，我又开始相信爱情了。行了，别天真了。洪桃六可不一定这么认为啊。师傅，他真的来了。好吧，
抓人。刘女士，这么巧啊？很准时嘛。你们怎么会在这儿？你还不明白吗？约你来的就是我们呀。洪桃六到底是谁？是不是你和洪桃六联合杀死了黄半城？我死也不会告诉你们谁是洪桃六的。看来这个洪桃六还真的很有魅力啊！有这么多的女人愿意为了他，甘愿把牢底坐穿啊！行啊，你不愿意说也可以，反正我们迟早会抓住这个人。那就说说，洪桃六为什么要杀害黄半城吧？为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洪桃六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计划要杀死黄半城的？从我第一天进入天成地产就开始了。把经过说的详细一点。不好意思，哎呀，时间来不及了，你帮我拿一下，谢谢啊。你能不能转过去一下？好了，你可以转过来了。我后面拉链拉不上，你帮我下忙。谢谢。王总，您是黄总？对，我是黄半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女孩干嘛呢？新来的售楼小姐。啊，回头让她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好像和子乔关系不错。啊，是吗？那更要考察考察。叫什么名字？多大了？我叫刘敏，今年刚满19岁。给你个机会，去我的办公室做我的秘书，怎么样？啊，好啊，我听黄总的。这么听话呀？我就喜欢听话的秘书。黄总，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先去干活去了。嗯，去吧。这么说，你是同时勾引了黄半城和他的儿子黄子乔？是的，我虽然对黄半城的暗示并没有表示反感，但也没有让他占到任何便宜。我知道他越是得不到，就越想得到。可能他觉得和自己儿媳妇搞暧昧很刺激吧。我竟然很顺利地嫁给了黄子乔。进入黄半城家，他在我的新房间安装了针孔摄像头，所以我就故意表演给他看，让他难受。他越难受，就越会听我的话。也就是说，即使房间里面并不干燥，黄半城还是整夜的开着你给他买的那个加湿器，这就是你的目的，对吗？对。为了制造他堵门自杀的假象，
我诱导子乔在他进行自卫的时候闯入他房间，让他俩的尴尬不堪。从那以后，黄半城就有了挡门的习惯。乙醚是你放进加湿器里的？是的，我有黄半城房间的钥匙。那装乙醚的瓶子上有黄半城的指纹是怎么回事？我诱导黄半城留下的。那乙醚瓶子是怎么放进房间的？在你们撞开门之后，我是第一个进入房间的人。在开灯之前，我就偷偷地放在了加湿器旁边。那你又怎么知道黄半城的书房一定会黑着灯？因为我了解黄半城，他习惯一个人在黑暗中独处，偷看别人的性生活，然后自慰。乙醚哪儿来的？黑市里买的。那发给黄子乔的短信是怎么回事？这个并不在我的计划中，可能他真的不想活了吧。我再问你，洪桃六到底是谁？我说过，我死也不会告诉你的。来人，把人带走。这个密室案的关键啊，就是刘敏可以在第一时间把装乙醚的瓶子放进房间里，而不是书房的门反锁，或者是时间问题。哎呀，我从一开始啊就被密室案的经典思维给迷惑了。没关系啦。黄先生，你找我？对，我就想问问你们凭什么抓刘敏？我们现在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你妻子刘敏杀害了她的公公黄半城，并且她现在已经全部承认了。不是，你们了解的不是全部。对，刘敏是制造了杀人的所有的条件，但是最后杀人的是我，不是他。求你们放了他。杀人的是你？对，我就是来自首的。说吧，是怎么回事？黄半城好色成瘾，我早就知道了。他骚扰刘敏的这个事儿，我只是假装看不见。我不相信他能坏到连自己的儿媳妇都不放过的地步，所以我就一直在忍。但是我没想到刘敏已经想着怎么杀他了。那天夜里我接到他的电话，我就知道出事儿了。黄半城在电话里并不是什么都没说，对吗？喂，快，救我！救我！你在哪？书房。书房。好，现在过来。
问你个问题，必须认真回答我。混蛋，先救我！你们能不能保证以后不再骚扰刘敏？我明白了，是你要杀我啊！你这个不孝子，连老子都杀呀！老子看上你的女人怎么了？啊！快把门弄开！我快不行了！你到底告诉我，你能不能保证？快把门弄开！混蛋！你发一条信息，这条信息证明了你对我、对刘敏的忏悔。你就说你该死。我收到信息之后，我立马就把门给弄开。你还是救救他吧。他说了，他该死。有了这条信息，你就安全了。所以最后杀人的是我，不是刘敏。你们能不能对刘敏宽大处理呀？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告诉你：刘敏杀黄半城，并不是因为她受不了黄半城对她的性骚扰，相反，刘敏一直在勾引黄半城。不可能，不可能，刘敏不会做这样的事儿的。可这就是事实啊！刘敏是红桃六的人，她从见到你的第一面开始，就是带着任务的。她的任务就是杀了黄半城。撒谎！撒谎！你们为什么要骗我？你们为什么要骗我？是找我？坐，来尝尝我泡的茶。喝茶就免了，有事说事。黄半城死了，你难道不着急吗？我着什么急？你说呢？黄半城走到哪儿，你就走到哪儿。他的事儿，你到底知道多少啊？我知道的，想必你们也都知道。除此之外，不知道。黄半城虽然死了，但他的那些资源和曾经和我们谈条件的那个东西，警方并不知道。我想知道这些东西在哪儿。你们怀疑这些资源和东西在我手里？黄半城怎么死的，大家心知肚明。他不就是死在那些资源和那个东西上面吗？哦，这么说，黄半城是被你们给作死的。你真会说笑啊！我们之间的生意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做掉它？生意怎么办？我们会干这种傻事儿吗？刚才说黄半城是死在这些资源还有名单上，是什么意思？因为你想得到黄半城的资源和那个东西，你想要代替黄半城。你就是这张牌，对不对？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取代黄半城，要不然就不会是你约我，而是我约你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不敢承认，但是肯定有那么一个人想要代替黄半城。我觉得
这个人除了你，恐怕没有第二个人。可是我并没有在跟你们谈条件，在谈条件的是你。好吧，你真的不知道东西在哪儿？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在哪儿。好吧，你真是让人捉摸不透啊！你到底想干什么啊？我只是黄半城的一个司机，现在他死了，我也不知道以后我能干什么。黄半城虽然死了，但他的资源和生意还在。我相信这些资源和那个东西就在你的手上，你也有能力继续把生意做好。现在，老板也愿意给你这个机会。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继续合作；如果你要不愿意，那恐怕你要考虑一下你的人身安全了。我保证，黄半城和老板的事情，我绝对不会说出去。但是，取代黄半城，算了吧。好吧，我会把你的态度转告给老板。那谢了，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你真的不想尝尝我这碗茶吗？凉了。现在和洪涛六有直接接触的一共2个人，一个孙曼丽，一个刘敏。可是这2个女人都是誓死也不说出洪涛六是谁。女人呐，真让人想不通啊！这2个女人爱上的那个男人也同样让人想不通啊！女人啊，真是让人想不通啊！他们爱的男人更让人想不通。你又来了是不是？你赶紧好好想想吧，接下来该怎么办？接下来该怎么办是你想的，我就想你想不通的。你说吧，下一步怎么办？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洪涛六肯定是黄半城身边的人，否则他不会那么熟悉黄半城的个人生活，还有他书房的布局，来设计出这样一个杀人计划。而且洪涛六杀黄半城绝对不是因为个人恩怨，个中缘由一定和黄半城经营的生意有关，而这个生意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一直在查的卖淫组织的生意。你的意思是洪涛六下一步还会有所动作？对，现在比的就是耐心，谁有耐心谁就赢。哎，听说可可和李浩哲的婚期定在15号了。是啊，所以说时间不等人啊，我一定要在可可婚期之前抓住洪涛六，把他当成一个礼物送给可可和李浩哲。刚刚还说比耐心呢，这么着急？走吧。看来石先生是怀旧之人啊。忘了告诉你件事情。之前黄半城交给我一样东西，他说，有一天他要是不幸去世了，让我把它交给你。他什么时候给你的？大概是1个月之前吧。确定是给我的吗？当然确定。告辞了。不送。
当你打开这个盒子，开始看这张卡片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之所以留下这些卡片给你，是因为有些事情我还没搞明白。下面的每张卡片都会提到一个问题，我想你一定可以给我满意的答案。请你在我的墓碑前回答这些问题，并把卡片烧给我，好让我死得瞑目。我在九泉之下也会感谢你的。盒子给他了？给了，他这个时候应该已经看完了。他是不是很意外？没有，他应该早有所预料。黄半城之所以把盒子里的东西留给石头，就说明黄半城生前一定怀疑石头就是洪桃六。这个石头可不简单呐。我也觉得这个人很奇怪，但他为什么一直不敢承认呢？哼，他这是以退为进，表面上是想撇清跟黄半城的关系，实际上是想掌握更多的主动权。毕竟，他知道我们比他更着急。那我们这样该怎么办？毕竟，大家都已经心知肚明了。我们也不一定非让他说实话。重要的是，生意不能再等了。生意，我明白了。觉得自己死的很遗憾，有很多事情还没有搞明白就挂。没关系，我今天来就是帮你把这个遗憾补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洪桃六，对吗？如果对，你可以继续翻看卡片的背面；如果不对，你就不用继续看了。没错，我就是洪桃六。我早就怀疑你是洪桃六，所以我在你面前总是表现出我就是洪桃六的样子，这样你就不会怀疑我，怀疑你是洪桃六了。我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这么恨我，破坏我的生意？破坏你的生意，就是要取代你。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计划要把我取而代之的？从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这个计划就已经开始了。你永远都不会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是如何在黑暗当中忍受屈辱，而立志做一个强大的人。我对于像我这样选择在黑暗当中行走在狭窄道路上的人，取了一个绰号，叫黑志。黑色的黑，志向的志。张以林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打电话给吴向芳和公安的那个女人是谁？
公安局吗？打电话给吴向芳和警察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你的好下属贾明明。他跟我是一伙儿的。你或许是在和黄半城玩，但你觉得你玩得过他吗？只要你肯帮我，我就一定会成功。我这不是已经帮了你了吗？一言为定。贾明明的死也是你干的吧？贾明明的死是个意外。你好，你好，警察。有一个犯罪嫌疑人跑到了你们的小区，我想看一眼监控。就你一个人？就我自己，方便吗？方便，当然方便。你别急。现在就给你把画面调出来。你需要几点到几点的？帮我找一下昨天的吧。好的。麻烦你再帮我找一下小区车位的画面，好吗？好，那边。你要不要再看看其他楼层的？不用了，谢谢你啊。不用谢。对了，我执行的任务啊，是保密的。你叫什么名字？周蕊。周蕊。对。真的好帅呀！现在你应该知道了吧？贾明明是被李浩哲和老皮杀死了，这也就说明了，他们两个人手里为什么会有贾明明手里的女性资源名单。不过这个意外，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太好不过了，因为我知道，贾明明是你的人，
他不可能死心塌地地为我做事，所以，我需要找一个我信得过的人为我做事，而李浩哲和老皮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为了掩盖贾明明的死因，你杀死了贾明明小区的监控室管理员，删掉了贾明明案发当天的监控视频，对吗？没错，你猜对了。我必须要把李浩哲和老皮的后事处理好，因为只有这样，我才可以掌控他们。你怎么才来啊？一天不见就想我呀？去你的！我怎么没在监控录像里边看见你啊？要是你能看到我，那我得多业余啊！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对了，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每2个小时给你汇报一次，你还不放心啊？小区里面有没有新的警察？没有。套郑广福的车牌照是你故意的吧？目的就是为了让郑广福找我算账，让我出丑，对吗？我知道，其实你一直都有怀疑我，不过你仗着你手里面有张义林和几个官员贪污的证据，你也就对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你觉得我根本玩不过你，对吧？你不觉得黄半成身边那个叫石头的司机说话声音有些不太对劲儿吗？我记得以前不是这样的，你记得吗？我曾经让技术科的人还原过一段录音，对吧？对。那次声音的比对，虽然没有找到和声音一样的人，但是有没有可能是这个人的声带出了问题？要不这样吧，去医院查查看。李兆祥和齐慧茹的验照是你从贾明明那儿得到的，然后你匿名寄给我了，对吗？东西明明就在你手里，你还在不停地让我为你去找，你呀，也真的是老奸巨猾呀！你早知道是李浩哲和老皮接管了贾明明的生意，你故意做双面间谍，分别以洪桃六的名义和贾明明副手的名义，把我和他们之间的线接上了。你让他们以为我是洪桃六，又让我误会刘洪涛才是洪桃六，对吗？没错。而你，也真的被我误导了。你可真阴险！你知道公安会盯上的3个女大学生，
所以你故意诱导黎兆祥嫖宿那3个女大学生，好让公安抓黎兆祥，好让黎兆祥为了争取宽大处理，把我偷偷做非法生意的事情告诉公安，是吗？没错，你又猜对了。只有这样，警察才会注意到你。警察一旦注意到你，那么你离灭亡就更进一步了。这么说，孙曼丽是你的人，你配合孙曼丽杀张文，嫁祸王海英，就是要让我后院起火，让老板不再信任我。没错，你全都猜对了。最后一个问题，我是你杀的吗？啊，还用说吗？你只知道孙曼丽是我的人，但是你不知道刘敏也是我的人，所以你才会有这样的下场。我之所以能够赢你，就是因为你不懂女人。在你眼中，所有的女人都只不过是个物件，是个挣钱的工具。你不知道孙曼丽的过去，也不了解刘敏的来历，你甚至都不理解你自己的老婆。你不知道她正在渐渐地发生变化。现在的她，她完全是另外一个人。至于我跟这些女人的关系，我是如何对她们的，对你不说也罢。总之一句话，女人不是靠管出来的。你想知道的，我都已经告诉你了。来，两位请。谢谢。你们说的这个叫石东的人，他的咽喉部的手术确实是我做的。这个病人当时的情况非常严重，不小心误喝了高浓度的工业碱，导致咽喉部分有不同程度的灼伤，幸亏抢救及时，这是伤到了声带的部分。误喝工业碱，这种可能性大吗？误喝工业碱，如果是一般人误喝，他的口腔就已经受不了了，根本无法继续吞咽下去。但是这个病人，他的忍耐力似乎特别强的样子。你的意思是，他有可能是故意喝下去的？有这种可能性。哎。我在这儿等你好久了。来看黄半城的呀。黄半城已经成为过去了，而我只对将来感兴趣。我对你们没有将来。忘了告诉你，盒子里的卡片，我和老板已经看过了。既然黄半城都认为你是洪桃六，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呢？还有，我还知道你对黄半城说的那番话。我说什么你都知道，你是鬼啊！耳朵没听见，心里却听见了。看来你们是认定了，我就是洪桃六。你放心，
你是不是红桃六，对老板已经不重要了，但你知道的太多了。老板让我给你2个选择：一，我们会给你一笔钱，代替黄半城继续替老板做生意；二嘛，只能送你去黄泉路了。看来我是没有选择了。荣华富贵，还是命丧黄泉，看你自己怎么选了。钱在哪？钱就在车上。看你什么时候想要啊？这个石洞很可疑，他是唯一来看孙半丽的人，而他说的那些话没有一句能够证明他和孙半丽的关系，反倒是孙半丽说的话让我印象深刻。是黄半城让你来的吧？你回去告诉他，我孙曼丽是个有情有义的女人，她对我的好，我知道怎么回报她。既然我们现在能够断定黄半城不是红桃六，那么孙半丽也就不存在什么有情有义，要怎么报答他。所以孙半丽说的那些话很有可能是对石东说的，而石东很有可能就是一知情者。孙半丽当时那些话有可能是故意说给咱们听的，故意让我们觉得黄半城就是红桃六。有这个可能，多了一个可能就多了一个嫌疑人，也就多了一个破案的方式。如果我猜的是对的，石东一定会再来看一次刘敏。那我们现在怎么办？现在要做的事情有2件，第一就是查清楚石东和刘敏以及孙半丽的关系，第二就是查清楚石东和澳门赌场的关系。高文强是唯一见过红桃六并跟他说过话的人，如果能找到石东声带受伤前的录音资料，或许通过可以辨别声音的办法来确定他到底是不是红桃六，这样事情就简单多了。有这个可能，但是他能够故意烧伤自己的声带，就是为了不留下声音记录，所以也就不可能留下什么录音资料了。行，我马上去查石东。怎么样？只要你肯好好跟我们干，老板不会亏待你的。打算什么时候开始生意？越快越好，生意的事儿不能再等了。现在不行，黄半城刚死，警察查得太严了。如果不是情况很紧迫，老板不会这么快找到你的。老板做生意那一套，黄半城之前在开发区谢主任的身上已经演示过一遍了。现在车轮已经滚起来了，所以我们必须按流程继续下去。老板确实是一个干大事的人。走吧，我送你回去吧。不用。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放心让他去吧。好的，我明白了。你好，你找我有事吗？我想看看黄子乔。石先生先请坐。看样子石先生和黄家人关系都很不错啊，好像最近刚看过孙曼丽吧？哦，对了，孙曼丽还不能算是黄家的人，她只是黄半城的情人而已。我给黄半城开了10多年的车，天成公司的人，还有黄家的人，我都有拉过。整天开车拉着他们东奔西跑，几乎成了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这突然间，一下子都看不见了，我这心里
还真的有点不太适应。理解理解。既然石先生给黄半城开了10多年的车，那黄半城的一些事情多多少少你应该有所了解吧？刘警官，您说的事情是指？黄半城，他在背后应该是做着非法的生意，这些事你知道吗？这些事情我不知道，我只是一个开车的司机。如果说黄半城有这种见不得光的事情，他也不会给我一个开车的数。你拉着他到处去办事儿，他的事儿你会不知道？黄半城确实是有许多的秘密。我每天开车拉着他出去，办的大部分都是公事。当然，黄老板也会有时候自己开车出去办一些私事。至于老板的隐私，我们这些开车的司机实在是不应该过于关心。这是我们当司机的职业操守，你说呢？听说过红桃六吗？我听说过，之前在广播当中听到过一次，还有一次我是听黄半城提起过。他说红桃六这个人是个鬼，当有人知道红桃六真实身份的时候，那这个人就离下地狱见阎王不远了。关于黄半城个人生活方面的事情，你了解吗？黄半城好色，这件事人尽皆知。你和那个孙曼丽是有什么私交吗？孙曼丽是行政经理，我是司机，仅此而已。和刘敏呢，有私交吗？刘警官，我今天来是来申请探视的，怎么聊到现在，我忽然觉得我像是在被审讯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职业习惯。理解。刘敏是黄家的儿媳妇，我之前有开车接送过。明白了。我可以申请探视了。抱歉，现在这个案子已经进入预审期了，除了律师，其他人都不能见。你有什么要和他们说的话，可以告诉我。好吧，那就拜托刘警官了。这个石东托我带话，说黄子佼让他告诉刘敏我爱你。刘敏呢，让他转告黄子佼我爱你。这很明显是借了别人的名义，说了他们自己想说的话。师傅，那你的意思是，刘敏的话也许是真的，但石东的话就未必可信了。对。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红桃六联系我们了。这么快？看来红桃六确实另有其人。但是这次你肯定想不到，他一次性安排了3桩生意，就在今天晚上。3桩生意，还同一时间？没错。原来最频繁的时候，也是3、4天安排1桩生意，隔了这么久没有动静，一有动静就这么大动静。看来卖淫组织的决策者换了人，那你们就按照他的要求去安排。你和老皮呢，还是按照原来的方式，尽量把交易的整个过程全部都录下来。那这是不是意味着15号破不了案了？知道什么叫回光返照吗？可是，生意这么继续做下去，红桃六一直不出现，这不是助纣为虐吗？这么做，真的能抓住红桃六吗？我说能就肯定的，你只要按照他的要求继续做下去，他就一定会有信任你的那一天，一定会有向你摊牌的那一天，而那天就是我抓他归案的日子。行，我知道了，时间不早了，我去开工了。嗯。
你回来啦？啊，回来了。他怎么在这儿？我们俩和好了，我们已经商量过了，贾静静也答应做我的伴娘了。从今天开始，我们俩就都回娘家住。刘警官，我想向您道个歉。不用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你今天正好也在，我呢也正好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行吗？当然可以。你们聊吧，我回屋收拾房间去。请坐。我想问问你，你姐姐被害之后，有没有什么人去找过你，或者说，有没有什么人用各种方式诱导你，去和她见面？说真的，我不知道。我现在的生活过得很凌乱，我的记忆都是一些碎片。我只能说，我不记得什么人找过我，也不记得我见过什么可疑的人。我不知道。那你能想起你姐姐以前的事情吗？你指的是什么事情？比如说，你姐姐有没有跟你提到过一个代号叫红桃六的人？我不记得。你得这个病多久了？我16岁发现有这个病的，到现在已经8年了。这些年来，一直都是我姐姐一直照顾我、保护我。8年了，那你应该对你姐姐过去经历的人和事，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印象吧？我说了，我的记忆是破碎的。你尝试过治这个病吗？去了很多大医院，但都因为查不出病因，所以无法治疗。我姐在网上查过了，全球只有1000个人跟我是同样的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什么方法能治疗这个病。如果呢，我愿意帮助你治疗你这个病，你愿意接受治疗吗？当然。我希望你能够在没有你姐姐的日子里，一个人能够好好的活着，能够坚强的面对以后一个人的生活。我会尽快帮你安排的。谢谢。